大家現在看到的這段影像拍攝於1983年的深秋，那一年中國剛剛進入改革開放的第5個年頭，電視機還是稀罕物，手機和互聯網尚未誕生，大多數農村依然保持着延續數百年的生活方式。鏡頭記錄下的不是表演，也不是擺拍，而是40多年前中國北方鄉村最真實的生活。或許屏幕前的你還沒有出生，也或許你曾親身經歷過那個年代。這部紀錄片歷時6個月拍攝，鏡頭從秋收結束後的深秋時節開始，一路跟拍到春節後的元宵佳節。從農閒時的平靜冬日到臘月裡熱鬧的集市，從家家戶戶籌備年貨、祭祖迎新，到正月15燈火通明的元宵之夜，完整呈現了一個中國北方傳統村莊迎接新年的全過程，也定格下了那個時代最真實、最鮮活的人間煙火。褪色的棉襖，黄土覆蓋的村莊，震耳欲聾的鞭炮聲，以及一張張早已老去的面孔再次出現在我們眼前。在那個沒有手機的年代，時間仿佛走得很慢，人們也活得更加從容而踏實。為了盡可能保留那個年代最原始的氛圍，本期視頻將大量保留现場原聲，建議大家戴上耳機，仔細聆聽村民們的方言、鑼鼓和嗩吶，觀察他們的穿着與生活細節。同時不妨猜一猜，這究竟是中國北方的哪個地方？答案我會在影片結尾揭曉。現在讓我們一起穿越40多年的時光，回到1983年的中國農村。畫面一開始，一支民間樂隊正在村口演奏，高亢嘹亮的嗩吶聲劃破冬日的空氣，仿佛在向全村宣告新年的到來。对於中國北方農村而言，嗩吶幾乎是最具代表性的聲音之一。不論是婚禮和廟會，還是慶典或春節，人們總能聽到它熱烈而奔放的旋律。鏡頭裡的老藝人神情專注，每一個音符都充滿力量。樂手們清一色身穿中山裝，這是那個年代中老年男性最常見的裝束。這些畫面是長輩們觸手可及的青春，也是今天年輕人未曾謀面的過去。1983年的11月，中國北方農村已經完成了一年中最重要的秋收，忙碌了大半年的土地漸漸歸於平靜，豐收的糧食被收入倉中，人們也終於迎來了難得的農閒時光。對於那個年代的農民來說，豐收不僅意味着一年的辛勞有了回報，更意味着對未來生活的希望與底氣。隨着寒冬臨近，村莊裡的節奏開始慢慢放緩，但人們並沒有閒下來，因為一年中最重要的節日春節正在一步步靠近。對於中國人而言，過年不僅是一個節日，更是一份對團圓與幸福的深切期盼。不像如今，物質生活雖日益豐盈，人們對春節的期許卻悄然變淡。而在以前，只要一進入臘月，家家戶戶便早早忙碌起來，空氣中到處彌漫着新年的煙火氣。有人盤點家中的積蓄，有人計劃置辦年貨，還有人開始準備過年所需的各種物品。沉寂了一個秋冬的鄉村集市，也迎來一年中最熱鬧的時候。对，5斤，这个多少多？瞧一瞧，这个价的对啊，这是多少？5斤？5斤，哪個？哎，5斤，6塊。太貴了。來了，吧，還有一個吧。這是一對兒，這是大對的。對，可以。當人們開始準備春聯，也意味着春節正式進入了倒計時。在那個年代，春聯大多由村裡有文化、毛筆字寫得好的人親手書寫，一張方桌，一支毛筆，便承載着全村人對新年的期待。鮮紅的春聯是最常見的顏色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，它象徵着吉祥、興旺和幸福。倘若看到黃色或綠色等其他顏色的春聯，往往意味着這戶人家近年曾有至親離世。這淡淡的色彩浸透着死者偉大的哀思，也是中國人骨子裡最樸實、最深沉的儀式感。可即便餘哀未消，人們依然會貼上新聯，在對故人的緬懷中重新張開雙臂去迎接新的一年。
鏡頭中的這幅春聯寫着“堅持五講，一心奔四化，力求四美，萬眾振家邦”，橫批則是“前程似錦”。短短10幾個字，卻濃縮着那個時代特有的精神面貌。改革開放剛剛展開，人們對未來充滿憧憬，建設家鄉、改善生活、實現富裕，成為許多人共同的目標。從這些春聯上，我們不僅能看到新年的喜慶，也能看到1980年代中國農村蓬勃向上的時代氣息。對於當時的人們來說，美好的生活不只是一個願望，而是正在一步步靠近的未来。隨着春聯被貼上門框，新年的气息也越來越濃。在許多北方農村家庭裡，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，那就是整理和翻閱家譜。对於中國人來說，家譜不僅是一份記錄家族歷史的冊子，更是一種血脈傳承的象徵。每到過年，家中的長者都會將珍藏多年的家譜取出來，向晚輩和來訪的客人講述家族的來歷、祖先的故事，以及不同輩分之間的稱謂和規矩。在很多人看来，這不僅是在認識自己的家族，更是在記住自己從哪裡來。對於一個重視宗族觀念的傳統社會而言，家譜記錄的不只是名字，更是一代又一代人的記憶。而在貼完春聯之後，人們又開始張貼各種神位和年畫。灶王爺、天地神、門神、財神，不同地區供奉的神靈各有不同，但寄托的願望卻大致相同。人們希望新的一年風調雨順、五穀豐登，希望家人平安健康，日子越過越好。這些看似簡單的儀式，其實承載着中國農耕社會延續數千年的生活智慧。面對難以預測的自然環境，人們將希望寄托於神明，也寄托於自己勤勞的雙手。这灶家爷就烧个香搁那了，叫灶家爷吃了以後啊，說是這個護他這個灶家爺的嘴，不讓他這個去了亂說，初夜這一天，這灶家爺啊早早就要來了，這個呢就是都要槍放鞭炮。當所有的期盼與籌備都在臘月的尾聲裡落定，除夕這歲末最隆重的時刻如期而至。不過，在闔家團圓之前，人們首先要祭奠祖先，擺上貢品，焚香叩拜，將一年來的收穫與喜悅告慰先人，也祈求祖先保佑後代平安順遂。這種對祖先的敬重，深深植根於中國人的文化傳統之中。無論時代如何變化，慎終追遠，敬祖孝親始終是春節最重要的精神內核之一。夜幕降臨後，村莊開始變得熱鬧起來，此起彼伏的鞭炮聲不斷劃破夜空，一掛接着一掛，一家連着一家，從除夕夜一直持續到正月初一的早晨。而這時也來到了鞭炮聲的最高潮。提到爆竹，近年來很多地區為了保護環境而禁止燃放，這就帶來了一個無法回避的矛盾：一邊是人們對綠色環保、安全過年的呼籲，另一邊則是對傳統年味漸淡、儀式感缺失的遺憾。這不禁讓人思考，在現代社會中，我們該如何找到傳統習俗與時代發展的平衡點？在這個問題上，大家又是如何看待的呢？或許我們留戀的不僅是那一聲聲巨響，更是那份根植於血液裡的熱鬧與期盼。思辨留給時代，而傳統的年俗在廣袤的鄉村土地上，依然散發着它固有的執着與魅力。此起彼伏的鞭炮聲在村莊上空回盪，灰白色的硝煙緩緩飄散於街頭巷尾，滿地散落的紅色鞭炮碎屑則為整個村莊鋪上了一層喜慶的新春色彩。人們相信，越是響亮的爆竹，越能驅走舊年的不順，迎來新年的好運。而對於孩子們來說，新年最大的快樂或許並不是鞭炮，而是壓歲錢。穿上新衣，向長輩恭恭敬敬的拜年，然後滿懷期待地接過紅包。這份喜悅跨越幾十年依然沒有改變。與此同時，大人們也開始走親訪友，親戚之間互相拜年，鄰里之間互送祝福。平日裡因為農忙而難得相聚的人們，終於有機會圍坐在一起，分享過去一年的收穫與見聞。春節不僅是節日，更是一場關於團圓與重逢的約定。上了幾嗎？上了3嗎？別打這個道。你誰給你錢嘞？奶奶。今天奶奶幹啥嘞？拜年嘞？這買誰嘞？哎，五星飯包。哎，什麼？5星飯包。啊，這個東西相當費腦筋，還不是簡單解說都能成啊。這個東西反正它相當費腦筋的。多少錢一個？這是50元一個，貴是不貴。
这5分錢一個啊！我這東西我也相當費下一定的腦子來糊弄。你自己，這是你自己想出來的。當時間來到正月初3，節日的歡樂並沒有消減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走出家門，聚集到村裡的廣場和街道上。在那個物質並不豐富的年代，人們的娛樂方式十分簡單，卻充滿樂趣。有人搭起簡易秋千，有人組織比賽和遊戲，老人、孩子和青年都能參與其中。沒有複雜的設備，也沒有精心設計的舞台，但歡笑聲卻一點也不少。對於許多人來說，春節是一年裡最難得的放鬆時刻。忙碌了一整年的人們，終於可以暫時放下農活，盡情享受節日帶來的快樂。不過，節日真正的高潮還要看正月15。早在元宵佳節來臨前，各個村莊的表演隊伍就已悉數動員，射火、秧歌、踩高蹺、舞龍、舞獅，整個冬天積攢的熱情都會在這一天盡情釋放。人們身着色彩鮮豔的服裝，畫上美美的妝容，踩着高蹺穿行在人群之中，有的扮演歷史人物，有的扮演神話故事中的角色。每一種造型，每一段舞蹈，每一個動作背後，都寄托着人們對幸福、豐收、平安和吉祥的期盼。來自不同村莊的隊伍陸續匯集到附近的縣城，鑼鼓聲、嗩吶聲和歡呼聲交織在一起。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們共同用這場盛大的狂歡敲響新一年的奮進序曲。這既是一場精彩絕倫的表演，更是一場全地區合力迎新、奔赴未來的盛大聚會。當白天的熱鬧逐漸散去，元宵節的夜晚才剛剛開始，一盞盞燈籠被掛上屋檐和街道。在1983年的農村，許多燈籠都是村民親手制作的，竹篾做骨架，彩紙做外衣，雖然簡單，卻凝聚着制作者的巧思與心意。在那個照明條件有限的年代，燈籠發出的光並不明亮，但當無數盞燈同時亮起時，整個村莊仿佛都被溫暖包圍。微弱的燈火照亮了黑夜，也照亮了人們對於未來的期待。元宵節過後，春節正式落下帷幕，喧鬧的鑼鼓漸漸遠去，街道重新恢復平靜，準備迎接春耕和新一年的勞作。而那些歡笑、祝福與團圓則留在了記憶深處。該紀錄片拍攝地點是在山西省長治市郊的張莊村，由卡馬辛頓與理查德·戈登共同指導完成。兩人並不是普通意義上的外國觀察者，他們與中國，尤其是山西這片土地有着極其特殊的緣分。該紀錄片採用的是16毫米膠片拍攝，後期通過 4K 高精度掃描技術完成了數字化轉換。在保留原始影像質感的基礎上，邊緣紀錄片又進一步對原素材進行了 AI 補幀、專業降噪以及2次細節增強等修復工作，洗去了影像的噪點，找回了遺失的細節。4K 高清無水印的原版素材大約10個 G 左右。
大家如果想要觀看完整原版，可以在評論區留言想看原版，點讚超過1000，我會上傳到網盤，然後分享給大家。該紀錄片的導演卡馬辛頓出生於北京，從小在中國長大，中文甚至比英文更早成為他熟悉的語言。他的父親韓丁長期生活在中國農村，並寫下了著名紀實作品《翻身》，記錄了中國北方農村在時代變遷中的命運。正因如此，卡馬辛頓從年輕時起便對中國鄉村有着遠超常人的理解與感情。而共同完成該片拍攝的理查德·戈登，則是一位長期關注中國社會與文化的紀錄片導演和攝影師。他擅長用鏡頭觀察普通人的生活，把宏大的時代變化融入最平凡的人間煙火之中。1983年，兩人來到山西張莊村及周邊地區。那時的中國正處在改革開放初期，人民公社時代剛剛遠去，新的生活正在緩慢展開。傳統與現代，過去與未來，在鄉村同時存在。他們沒有刻意尋找驚天動地的故事，鏡頭對準的只是最普通的人。田間勞作的農民，準備過年的家庭，踩着高蹺的表演者，吹着嗩吶的老人，走街串巷的孩子。正是這些平凡的面孔，構成了那個時代最真實的中國。為了完成拍攝，兩人在當地生活了長達半年時間。從秋收結束後的深秋，到春節與正月15的熱鬧時刻，他們幾乎完整記錄下了一個北方村莊迎接新年的全過程。更難得的是，他們始終保持着一種克制而耐心的觀察，很少刻意干預，也很少用旁白解釋一切。許多時候，鏡頭只是靜靜停留在人們的臉上，讓觀眾自己去感受那些笑容、沉默、期待與生活本身。也正因為如此，當我們重新觀看這些畫面時，看到的不只是一個春節，更像是在翻開一部關於中國鄉村的時光相冊。40多年過去了，鏡頭中的老人或許已經離世，奔跑的孩子也早已長大成人，許多熟悉的習俗漸漸淡出生活，一些曾經熱鬧的村莊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但當這些膠片重新轉動時，我們依然能夠感受到那個年代最樸素的幸福。那是豐收後的滿足，是團圓時的歡喜，是鄰里之間的溫情，也是一個時代對未來最真誠的希望。燈火終會熄滅，爆竹總會散盡，可那些關於春節的記憶，卻像元宵夜空中的點點燈光一樣，穿越漫長歲月，依然溫暖着後來的人們，而春天也總會如約而至。邊緣紀錄片今天要講的故事就到這裡。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內容，請幫忙點讚轉發。如果反響熱烈，我將繼續為大家更新該系列紀錄片的其他幾集。那我們下期再見。各位觀眾，在這歡樂的除夕，中央電視台全體工作人員祝您闔家幸福，萬事如意，春節愉快。今天晚上，本台採用現場實況直播的方式為您播出春節聯歡晚會的文藝節目。為了使您能夠欣賞到自己喜歡的文藝節目，我們在現场安裝了4部電話，供首都的電視觀眾點播節目使用。這4部電話的號碼是867082、866787、866847、866847。请大家呢在出席今天晚会的演出当中呢，另外呢，我们还在今天晚上設有有獎猜謎，一共有5條謎題，在節目進行當中呢，我們陸續向大家公布。如果您猜中了這5條謎題，請您看到用寫信的方式寄給我們。發現的日期呢是陰曆正月初1，也就是陽曆的2月13號這一天。過期呢就不效了。請您在信封的左下角注明"春節猜謎4个字"，以免其他的信件混淆。